各位朋友，小米 Mini LED 智慧显示器首次在台湾推出了 Pro 版的 Mini LED 产品线，不只是硬体升级，重点是这次的开价依旧非常有料啊！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在我面前的就是小米刚刚推出的小米智慧显示器 S Pro Mini LED 2026全系列，并且我们还直接把55、65、75寸3个尺寸都寄来了。那从名字上就能看到，小米智慧显示器目前的产品线主要可以分为入门的 A 系列、入门中阶的 A Pro 系列、主打入门 Mini LED 的 S Mini LED 系列，以及这次全新首次在台版登场的 S Pro Mini LED 2026系列。那我们就来聊聊这台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开箱了首款国际版小米 Mini LED 电视，靠着传统 LCD 的亲民价格，但是却用上入门 Mini LED 的规格，成为2025年 Mini LED 市场的价格破坏者，型号叫做 S Mini LED 2025。而我们今天开箱的这台，就是小米首次在国际市场推出的 Pro 版机型，全名叫做 S Pro Mini LED 2026。这台的目标就不只是成为 LCD 杀手，而是带着更多的控光分区，成为 S Mini LED 2025的后继机型。同时，规格也直接进入到可以跟国际大厂中阶 Mini LED 较劲的规格段。重点是你听到这边，想说又有 Pro， 规格又更好，应该更贵吧？我觉得，这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加量为加价。我们摊开规格表，这次小米的开价还是非常夸张。小米智慧显示器 S Pro Mini LED 2026系列，从最小的55寸开始，分区数量从 S Mini LED 的308分区升级到了408分区，65寸从392分区提升到了532分区，这已经比原本75寸的分区数量还多了。而这次的75寸，则是从512分区直接来到已经超越很多国际品牌中阶 Mini LED 的704分区，并且峰值亮度也全线从原本就很不错的1200尼特再次上探1700尼特。以中阶入门 Mini LED 的标准来看，规格还是非常在线的。重点我要来开讲了，55寸依旧只要不到2万，开价19999； 65寸25999； 75寸30999。没错，基本上就是只比 S Mini LED 2025的首发价格多了1000块，非常夸张啊！我觉得在开场就可以直接说，这台不只是可能会冲击到国际品牌的中阶 Mini LED， 基本上传统 LCD 都达到直接通杀了。不过在帮你的频道，哪有可能只看规格？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这套总价1万美金的测量设备，蓄势待发。究竟小米智慧显示器 S Pro Mini LED 2026的表现如何？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但是我不废话，只讲重点。这次的 S Pro Mini LED 2026在定位上依旧与过往相同，小米国际版家电和入版依旧是完全分离的，所以从规格和价格上就能看到，这次 S Pro Mini LED 2026的定位更像是 S Mini LED 的升级版，而非冲击高阶 Mini LED 显示器。不过有个好消息是，这次的整体用料的确更加 Pro 了。首先看到正面 ，S Pro Mini LED 2026同样是主流的3面窄边框设计，实侧3侧含框，55寸大概是8mm， 65以及75寸就是 9mm 左右，3台的底部则是落在13mm 上下，而底部这条则是同样采用小米经典的类金属法丝纹设计，中间印有小米 logo， 而在 logo 下面有一个指示灯，在开机的时候会亮起，萤幕点亮后自动熄灭，平常不会一直很亮。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到角座 ，S Pro Mini LED 2026同样采用左右角座的设计，不过最大的重点是，小米终于从万年塑胶角正式换上了金属角座，质感和扎实度真的是提升了不少，也更配得上 Mini LED 该有的更高身价和定位。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角座设计是靠预留晃动空间来抵消摆幅，所以你去摇它，它会稍微晃动是正常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次的75寸版本，小米居然提供了2种跨距的安装位置，你可以安装在左右两边，让中间更好放 soundbar， 也可以安装在中间，去符合你的电视柜宽度。简单来说，你如果原本电视柜没那么大，但其实放得下75寸电视，那就是选安装在中间这个形式，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自行调整距离。最后我们看到背面，可喜可贺，为了应付这次规模更加庞大的 Mini LED 模组，小米也换掉了万年的背板设计，改成了更有设计感的直纹背板，也加上了小米 logo。
那为了因应更高的 Mini LED 规模，这次除了更加厚实，小米也加上了更多散热开孔，并且在侧边也有小米 Mini LED 的专属标签，整个质感的确比过往来得更好。不过这种大尺寸，我个人还是建议直接壁挂。规格上，55和65寸的壁挂规格都是300×300，75寸的机种就是400×300。接着我们看到机身配置，电源键在正中间小米 logo 下方，所有的接口则集中在正看的左侧。由上往下看 ，S Pro Mini LED 2026提供了一个光纤，接着是3个 HDMI 2.1，但要特别注意哦，只有 HDMI 1跟2才支援最高 4K 144Hz 的高更新率。HDMI 3最高只是支援 4K 60，所以接电脑或是游戏主机的时候，要记得接在1或2。另外，如果想要顺利开启 144Hz 更新率的话，在切换好讯号源后，要先按住遥控器中间的圆形按钮，跳出游戏模式后，打开 FreeSync Premium， 这样就可以顺利解放到 4K 144Hz 10币的满血状态。而 eARC 只是在 HDMI 2的位置，所以要接 Soundbar 的话，就是接在这里。接下来还有2个 USB， 一个 3.5mm 音讯接孔，跟一个 RJ45 网络接孔。不过这台有支援5 GHz 的 WiFi 6，所以直接连 WiFi 速度会更快。再来，蓝牙则是 5.2 的规格。而在遥控器部分，这台也是小米经典的智慧遥控器，采用蓝牙连接，所以不需要对着电视也可以使用。你可以拿着遥控器去厨房装水，也照样可以转台。并且同样支援 Google 语音助理，像是你直接跟他说打开 Netflix 播放怪奇物语，成功。也同样可以控制 Google Home 智慧家居。底部也有主要串流平台的快捷键，实色切换，以这个价位来说，流畅度依旧是前段表现。接着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实测环节。今天我们主要实测的是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的65寸版本，在一些关键差异上，约加入55和75寸快速对比。首先来看萤幕规格，3台解析度都达到标准 4K 3840×2160，采用 VA 面板，实测 HDMI 1跟2都可以达到 4K 140Hz 的画面输入。比较特别的是，这台还支援 288Hz 的超高更新率模式。经过实测，只要长按圆形按钮，然后打开高影格率模式，就可以成功启用最高 2K 288Hz， 那其实就是 DLG 的应用，面板原生还是 144Hz。而在显色上，采用 QD Mini LED， 也就是 Mini LED 常见的量子点技术。那在 Mini LED 很重要的处理器上 ，S Pro Mini LED 2026目前系统抓到的资讯会是 MT5896， 同样采用4个 A73 核心，搭配上 Mali G52 的 GPU。周围规格则跟 S Mini LED 2025保持一致，搭配3GB 的 RAM 以及32GB 的 ROM， 并且小米今年也加上了小米 Visual Engine Pro 的全新演算法，新增色彩、调光以及深邃对比引擎，在系统内也可以分别打开 AI-PQ、AI-SR 暗场增强的影像增强功能。此外 ，S Pro Mini LED 同样支援 120Hz 的运动补偿功能，如果是看运动赛事的话，就可以在设定当中打开。而如果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喜欢自然的动态模糊效果，选择电影模式后就不用特别打开。而在背光上，3台的分区分别是55寸408区、65寸532以及75寸的704分区。尤其最主流的 S Pro Mini LED 2026 65寸版本来说，这次直接塞了532个控光分区，比去年392分区的 S Mini LED 2025提升了不少，已经来到国际品牌中阶 Mini LED 机种的规格。但是价格却只要2万5上下，所以今年的小米智慧显示器不只有价格是最大护城河，现在连规格也来到主流水准。那说到这里 ，Mini LED 是什么呢？快速帮还不太熟悉 Mini LED 的朋友复习一下。简单来说 ，Mini LED 依旧是 LCD 背光技术的一种。传统的 LCD 面板，你可以想象是在一块面板的后面加上 LED， 靠着 LED 光源去打亮整个面板，这些透出来的光线就能点亮整个萤幕。所以所谓的背光指的并不是面板，而是面板后面用来点亮的灯珠模组。而随着技术发展，现在最新、最强、最主流的背光技术就叫做 Mini LED。那现在你看懂背光是什么了？下一个问题是 Mini LED 比传统 LCD 强在哪里呢？简单来说 ，Mini LED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超级 mini， 每个灯珠的体积都比传统 LED 模组小上数十倍。所以采用 Mini LED 背光的好处，就是在同样面积下，面板后面可以塞入更多 Mini LED 灯珠。
而更多的灯珠也就代表面板的亮度可以做得更高，光线也能做到更加均匀。甚至我们还可以把 Mini LED 拿来做成分区控光。那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什么叫做分区控光呢？看我们的动画就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把数千个 Mini LED 灯珠切成上百、上千个分区，接着我们只要能够精准的控制每一个分区的亮度。比如说月亮高挂山头的画面，月亮要亮，月光照射的山要微亮，而阴影处则要暗。只要我们精准微调每个小分区的亮度，就能让画面的明暗对比更加细腻，这也就是所谓的分区控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Mini LED 电视会在一定程度下尽可能提升控光分区，因为分区越多，也就代表你可以更精准的控制画面上的光影呈现。这也是今年 S Pro Mini LED 2026的主要升级之一。那今年的第二个升级就是亮度表现。今年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上采用了全新的 Mini LED 聚光灯珠，相较起过往 LED 达到 4.25 倍亮度提升，以及 4.72 倍的聚光能力。那我也不废话，直接实测 HDR 亮度。在标准模式下，局部控光设定为高，55跟65寸，在 25% 显示面积之下，分别可以来到1563尼特以及1651尼特，峰值亮度已经超越中阶，达到中高阶 Mini LED 的水准。不过这次最惊艳的是，75寸的 S Pro Mini LED 2026居然直接冲破了2000尼特，来到2150尼特左右，已经超越部分高阶 Mini LED 亮度表现了，非常惊喜。看来这次小米的确有换上更强的 Mini LED 背光模组，并且在全萤幕亮度上，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也全部都有达到600尼特的表现。对于开灯观影或是家里采光比较好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够的。对了，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也加上了亮度和色温感应器，所以你可以在系统内打开环境光线检测、自动色温调整以及自动 HDR 色彩调整的选项。当环境亮度改变的时候，系统也做出对应的亮度和色温调整，确保显示效果不会因为环境色温有所改变。比较特别的是，今年的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还有一大升级，就是从过往一般的雾面萤幕升级成了具有抗反射涂层的亮面萤幕。那敢把雾面换成亮面，一来是电视亮度一定要够，要不然面板上的反光一定是乱七八糟的，根本看不清楚。第二，亮面一定要搭配成本更高的抗反射处理。以小米 S Pro Mini LED 来说，他们调整了面板内部的导光板以及荧光层排列，并且进一步降低了光学膜的折射率，再搭配上全新的抗反射涂层，整体的反射率可以降到只剩下 1.8%。所以你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当我拿手电筒照射荧幕的时候，手电筒的光线变成了抗反射涂层特有的细长彩虹反光。你也可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试试看你们家的电视，如果也可以看到这样一整条彩虹反光，那就是具有抗反射涂层的面板。国际品牌的话，通常要到高阶电视机种才会有这样的设计。那也可以大大降低当落地窗外的光源很强，萤幕被打亮后对比度降低，画面偏淡的问题。所以稍微统整一下，小米的 Pro 版其实是比原本的 S Mini LED 加价1000，但整个质感、用料、抗反射涂层、萤幕亮度、更多的控光分区等等，这1000实在是花得非常值得。而在显色上，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同样提供了7种显示模式，那我们直接说重点就好。首先，在色域覆盖上，标准模式下 S Pro Mini LED 2026可以达到 99.5% 的 Rec 709以及 94.4% 的 P3 色域覆盖，达到 QD 机种的显色水准。而在色准上，在意准确度的朋友建议直接选择 Filmmaker Mode。经过我们实测，在这个模式下 CCT 大概落在 6500K，CCT Delta E 表现也很不错，只有 1.5， 这个成绩小于2就是非常不错的意思。而且更惊喜的是，在 Rec 709之下，平均色彩 Delta E 只有 1.56， 这个数字同样小于2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最大 Delta E 也只有 2.26， 所以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的显色水准可以说是非常优秀。而在 P3 模式下，色彩平均 Delta E 也只有 1.82， 同样达到小于2的优秀水准。而最大 Delta E 则是因为红色稍有偏离，来到 4.71， 但整体色准依旧达到小于2的优良表现。接着来看 Mini LED 最重要的控光表现。在控光模式上，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总共提供了3档的控光强度，像是观赏怪奇物语这种明暗对比超高的影机，经过我们实测，你可以放心的把控光强度调整成中或高，
在光晕控制跟解放显示效果之间取得平衡。那既然我们这次一口气寄来了3台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当然就是要测好测满。可以看到3台在调光上依旧相对积极，尤其是65寸跟75寸的表现都很不错。就算是这段非常困难的怪奇物语测试片段，小米这次的控光算法明显更加稳定，来到主流水准的控光表现。65寸这台在面积过小的分区切换时，偶尔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分区开关过渡，这点官方后续一定要推个 OTA 继续最佳化。75寸版本则是非常稳，这是在所有场景下75寸都稳定非常多。又或是在 Netflix 这个 logo 之下，也可以看到65寸这台 logo 的上区背光较暗，另外2台则没有这个问题。虽然说你从正面看其实不是很明显，但以高标准来看，这其实可以透过最佳化演算法解决调光逻辑。我也顺手测了一下灰底白色的光晕状况，小米采用主流控光策略，直接开启微背光。不过在灰底之下，3台的表现就相对常规。并且目前有个小问题是，小米这台同样有 Google TV Mini LED 机种常见的系统灰底光晕问题，例如在设定选单、输入界面中就会看到 Mini LED 正在调光，那这几乎是所有 Google TV 机种的通例。所以有些厂商为了要完全避免这种问题发生，就直接全程开启全区背光。或许小米也可以再调一下系统界面的调光策略。而在快速移动的控光测试下，我也提供一段画面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有个小惊喜是，以我手上这台65寸的版本来说，整体的萤幕均匀度跟边角亮度都比之前好上非常多。而在可视角表现上，就是常规 BA 面板的表现。最后，我们来看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的智慧功能。这次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采用 Android TV 14作业系统，也是新版的 Google TV 操作界面，搭配上3GB 的 RAM 跟32GB 的 ROM， 实际使用下来依旧相当流畅，这点是不用担心的。而且使用 Google 方案的优点就是想要什么 App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像是 Netflix、YouTube、Disney Plus、HBO、Apple TV Plus 等等主流平台都有。要看 Catch Play、My Video、动画风也都可以自行下载。而在 HDR 部分，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全系列都支援 HDR10 Plus、HLG 以及 Dolby Vision。实测在 Netflix、Disney Plus 以及 Prime Video 当中都可以成功点灯 4K Dolby Vision HDR， 也可以成功串流 YouTube HDR 内容，主要串流都点灯成功。而在智慧功能上，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同样内建 Google Cast 跟 Mirrorcast， 所以 Android 装置的话就可以直接投放。而如果是使用苹果生态系的朋友，小米智慧显示器2026全系列都已经支援了 AirPlay 2， 所以你直接按手机或是电脑上的 AirPlay 按钮，就可以直接把 iPhone、iPad 或是 Mac 的画面投放到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上。随后会帮大家测试一下电脑跟游戏机的连接体验。首先是 Windows， 实测 HDMI 1跟2都可以支援 4K 144Hz 10B 的画面输出， HDMI 3则是支援 4K 60。那在游戏机的支援上，首先实测 PS5， 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可以成功点灯 4K 120Hz， 有 VR 以及 ALLM 都没问题，全部支援。接着我们来测比较复杂的 Xbox Series X， 可以看到 4K 120打勾， HDR10 打勾， Dolby Vision 也打勾，整排全部打勾就是舒服。另外在视讯模式中 ，VRR 可变更新率、ALLM 自动低延迟也是全部支援，所以要买来接家机的朋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最后在外放音效上，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从 S Mini LED 的2颗 12.5 瓦升级成了2组全新的15瓦扬声器。
并且今年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S Pro Mini LED 2026的音效，身为 Pro 系列成员，小米也加上了 Harman 大师调教，在系统内总共有4档音效可选。是在电影模式下，最大音量可以达到84分贝左右。如果是在意音效体验的朋友，当然也可以外接 Soundbar。除了支援 eARC 之外，这台也支援 Dolby Atmos 跟 DTS:X 2个主流标准。好了，节目来到了尾声，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选购建议。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这次的升级非常明确。第一，控光分区全面提升，来到55寸408区、65寸532区、75寸704分区，已经超越很多国际品牌的中阶 Mini LED 机种。第二个升级就是亮度提升，3台的25%峰值亮度全面来到1500尼特以上，75寸的表现更是让人惊喜，直接冲破2000尼特，这就突破中阶已经上探许多高阶 Mini LED 机种的亮度表现了。第3个升级就是小米把上一代的雾面萤幕升级成了具有抗反射涂层的亮面萤幕，搭配上成本更高的抗反射涂层，整个通透性会比过往来得更好，并且换上了更加霸气的金属底座、新的背板设计等等，在质感上是有所升级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的开价同样是非常亲民的，75寸只要3万出头，就算跟降价过后的 S Mini LED 2025相比，也只有2000元左右的价差，所以没理由往前选，就是只上 S Pro Mini LED 即可。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